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现代先学研究与科学训练法》第7集。辛苦的你，今天的日常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吗？从下班、接孩子放学、做晚餐、陪小孩写功课、让孩子们睡觉，然后才又开始熬夜加班，完成明天要交付的任务。从孩童到长大，从长大到变老，我们随时处在待命、准备的状态，准备明天的考试，准备下周的面试，准备周末的约会，准备下个月的生活费。现在，让脑袋休息停顿下来，喘一口气，回想一下，你上一次心里呈现没什么事的状态是什么时候？似乎只有在小的时候和退休以后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无事状态。在第3集，我们谈到意念的聚焦，让身心进入待命的状态，为下一个行动做好准备。想象在田径场上的100米赛跑，当裁判喊个就位，预备后停顿了10分钟才鸣枪，这时选手们身心的状态会是个什么样的状况？从充满爆发力，全身肌肉和筋膜蓄势待发，然后随着时间而逐渐疲乏。选手们也许开始从预备姿势中舒缓身体的紧绷感，然后看着裁判，相互在疑惑中观望。我们的生活就如田径场，随时都在个就位和预备，准备冲刺。当我们的精神长期处在这样紧绷的状态，渐渐的就会出现心理疲乏，而造成身心出了状况，例如恐慌、焦虑、失眠等症状。先学的修炼并不是让你始终维持这个就位、预备的状态，然后往成仙的路上冲刺，而是反过来让自己回到无事可做、无处可想的心理状态。但我们终其一生都习惯了做准备，一下子要让自己无事可做、无处可想，这几乎不可能。因此才有第1集的安神凝思，让自己有事可做、有事可想，用专注一个念头来替代其他的杂念。我们身体所有组织和器官都会产生特定的磁脉动，称之为生物磁场。1963年，纽约州雪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 Gerhard Ball 和 Richard McPhee 检测到了从人类心脏投射的生物电磁场。1970年，麻省理工学院的 David Cohen 使用超导量子干涉设备 SQUID 证实了其对于心脏的测量值。到1972年，科恩提高了仪器的灵敏度，使它能够测量大脑活动产生的头部周围的生物电磁场。HeartMath 其中一项有趣的研究指出，心脏所散发出的电磁场能量，其强度可达脑的4000倍以上，在人体5尺外的距离仍可以被侦测到。这代表你心脏状态的能量能无意识地影响在你身旁的人事物。相对的，在你周围人的心脏电磁场能量也能对你的电磁场造成影响。心脏与脑的电磁场有极强的同步性，当人体觉得愈和谐，心脑之间的同步性就愈强。在上一集我们提到，外在电磁场的影响会造成细胞变形，因而刺激细胞功能和物理代谢环境，而让身体迅速发生反馈机制。这就是第6感的科学原理，因此可以解释为何有人第6感特别强烈。因为心脏周边筋膜区域神经感元特别敏锐发达的缘故。大家可以回顾第3集讲到的筋膜为人体最大的感觉器官。第3集也说到，在人们注意力集中的时候，本体感觉信号可抑制潜在的肌筋膜疼痛感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专注在一个事情上时，也许就忘记了恶感或腰酸的感受，直到下班事情做完放松了以后，才会感觉到饿与疲惫。
大家都听过孔明为关公刮骨疗伤的故事，这个故事为上述的理论做了最好的诠释。我们再次回到田径场与现实的人生，你是否已经意识到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惊恐与紧绷的状态下过生活，随时随地都在 stand by。道家先学的性功，就是训练这个内心慢慢进入无视状态。这时，大脑与心脏会发出平和的电磁场，影响着身体与身外的周遭。你的内层筋膜、肌肉、内脏才会真正的休息，这才是真正的让身心归零。莲花生大士在《大圆满智慧法尔解脱颂》中说道：一切本来解脱中，心解脱因亦无有，故当安住无事体，无事体中松缓住。当身心完全归零之后，筋膜意识才会完全开展觉醒，对于身体以外的周遭有着更灵敏的觉知。这样的觉知既不是视觉，也不是听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或意识概念，它超越了人体五官的感知范围，它可以感受电磁场的波动。这是筋膜本体觉系统，俗称第六感。以上有了生物电场的概念，我们现在才可以开始谈到气的概念。在1980年代初期， John Zimmerman 博士使用丹佛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的超导量子干涉设备 SQUID 研究 Therapeutic Touch 触碰治疗，也就是我们东方常说的气功疗法。Zimmerman 发现一名灵疗师的手中可以散发出来强大的生物磁场波动，这些来自手部的生物磁波动与脑电波处于相同的频率范围内，它们自然地在整个治疗频率范围内来回扫动共振，从而能够刺激身体任何部位的愈合。1992年 Zimmerman 的发现得到了证实。Sito 和他的同事在日本研究了各种武术和其他治疗方法的练习者。由于手发出的气是如此强烈，以至于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磁力计 magnetometer 来检测它们。该磁力计由2个线圈共8万匝的导线所组成。开发波动磁场疗法 pulsating magnetic field 的医学研究人员发现，这些波动的频率随时都在变化。特定的频率可以刺激神经、骨骼、皮肤、毛细血管和韧带的生长。大部分的人不能理解，脑电波不仅限于大脑，而且实际它上通过了神经周围系统传播到全身，也就是围绕所有神经的结缔组织鞘。整个神经系统就像天线，其投射始于大脑，特别是丘脑的生物磁波动。这种波动似乎会沿着周围神经与筋膜系统聚集力量，并流动进入手中，放大了生物磁场波动。气的原理就是生物电磁场。在第3级聚焦大拇指的实验中，你的意念聚焦，让大脑的生物电磁波动流向你的大拇指，波动挤压了筋膜内的细胞，导致一连串神经效应，而让拇指产生了热麻感。谈了很多科学，目的只是要让你明白，保持无视状态是多么重要。最后，以苍雪禅师的一首诗作为结尾：南台静坐一炉香，终日凝然万虑王。不是悉心除妄想，知缘无事可思量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点击下方订阅，持续锁定关注唯先学修炼课程频道。谢谢您的热情支持，我们下集再会。